少夫人，世子爷送休书来了。哼，你笑什么？笑我这10年是个笑话。段明熙，休书呢？给我瞧瞧。不敬公婆，没有子嗣。高湛，别人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生，难道你不知道？我知道你心里有个人，我只是想着夫妻做久了，总能将你的心给捂热了。如今看来，是我没有这个福气。段明熙，休书我不接，我没有犯错，我只答应和离。这是和离书，你看一眼。若是无异议，就写上你的名字。从此之后，咱们一别两宽。不用看，你拟好了就按你说的办。你还是看一眼，分得清清楚楚。从此咱们就是路人。你就这么恨我？哼！若是我嫁给你10年，不许你碰我，心里爱着别的男人，最后一脚踢开你改嫁给他，还给你扣上不娶不孝不能生的罪名，你恨不恨我？段明熙，不要叫我的名字，每一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都让我恶心。我为了高家呕心沥血，你们这一家子的猪狗之辈却视为理所当然。像你这般自私自利、无情无义、虚伪恶毒之辈，不杀你如何对得起我这10年？不杀你难消我心头之恨。你想踩着我的名声和骨头，和你的心上人卿卿我我？哼，做梦！哼，不只是你，还有你的好爹娘，你的好弟弟、好妹妹，你们一家子谁都跑不了。你们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还要毁我的名声，折断我的骨头。哼，我今日就要你们全都给我陪葬。你还要做什么？我的一条命陪你还不够吗？当然不够。你们一家子做过的事情，你心里真的不知道？呵呵，我把他们都骗去了祠堂，我的心腹会将门给反锁，泼上桐油，轰的一声，一把火将这高国公府烧得干干净净。你说好不好？不要！你放了他们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你们的命。祠堂宗水了，宗水了，快去救火啊！这场火可真好看呢。段明熙，你杀了他们，你跑不了。你怎么还没死啊？我早就说了，让你们给我陪葬。我这一生颠沛流离，历经磨难，幼年被人拐走，差点被卖入烟花之地当志妓驯养，被定远侯府认回之后，养父被他们暗害，沉船落水而亡，养母大受打击，重病归天，家财被人觊觎，弟弟被族人害成了傻子。而我呢，回了伯府，就被安排嫁给高湛。高湛有心上人，我一个外来人不知道，段家怎会不知？不过是拿着我和高家做了姻亲，谋取好处罢了。如果再来一遍，我不要再认亲，我要保护好我的养父母，保护好我的弟弟，不要再嫁给高湛。我不是死了吗？可怎么又睁开了眼？姑娘，姑娘，你终于醒了，可吓死奴婢了。千草，
快去端一碗水来，姑娘醒了。若是回到认亲之前，那该多好。姑娘，喝点水润润嗓子吧。夫人呢？姑娘，夫人带着二姑娘去大昭寺烧香了。姑娘还生着病呢，那大昭寺什么时候不能去啊？非得姑娘病着的时候去？我看那二姑娘就是故意的。昨日杨姨娘来探望我了。是，杨姨娘看大姑娘还睡着，就留下了一匣子燕窝走了，没让奴婢惊动您。这一辈子段回首休想推我进火坑。妾身来得迟了，大姑娘可莫要责怪。杨姨娘昨日来，不巧我正睡着，劳你走一趟了。今儿个身子轻快一些，就请杨姨娘过来说话。多谢姨娘的燕窝了。姨娘快坐。茜草，上茶。大姑娘可千万别这样说，您可是伯爷的长女，最是尊贵的，一匣子燕窝不值什么。您这份心意啊，我领了。说起来，二哥也快议亲了吧？婚姻大事，我一个妾室哪有智慧的余地，只能听伯爷与夫人的。我听说二哥读书很有天分，年纪轻轻已是举人。姨娘没打算让二哥明年下场试一试？若是进了进士，那二哥的婚事自是不同的。大姑娘，我何尝不想让二少爷下场？只是夫人说先成家后立业，我能有什么法子？只能听夫人的。既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可惜了。大姑娘什么意思？我原想着，二哥若是继续读书的话，我想给二哥引荐一位大儒。既是姨娘有别的打算，那就罢了。不知道大姑娘想引荐的是哪位？嵩山学院山长陈其言陈大儒。什么？大姑娘，您这话不是逗妾身玩吧？我从无虚言。您怎么证明？大姑娘明说吧，您想让妾身做什么？我写一封信给陈大儒，让二哥拿着信前往嵩山学院先去求学，学业要紧，其他事情不急。大姑娘，杀人放火的事情妾身可不敢做。杨姨娘真会说笑，我只是想在这府中有个臂膀罢了。妾身这就去跟伯爷说此事，只是如果伯爷问起，我要如何说举荐信的来历？我卧病在床，孤零一个人，深深感动杨姨娘和二哥对我的关心，投桃报李罢了。杨姨娘实话实说就是。二审、三审，陈伯伯收学生很是严格，便是二哥去了，也得经过他的考验才可。再说了，陈伯伯年事已高，近几年已经不太收学生，举荐二哥过去已是十分莽撞之举。不过两位婶婶爱子心切，我会另写一封信，请二哥帮忙带给陈伯伯。至于陈伯伯还收不收人，我可不敢保证。若是不成，两位婶婶也莫要怪我才是。明熙，你这话说的，肯帮着问一句，二婶就成你的情。倒是没有想到啊，你跟陈大儒还有渊源呢，不知当初是如何相识的呀？是啊，三婶也好奇的紧。是我养父和陈大儒素有往来，我曾跟着养父去拜见过陈伯伯几回，故而相识。段明熙呢？我有话问他。段明熙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，自己的亲大哥不帮，倒是帮一个庶子，你可把娘亲与大哥放在眼中。徽柔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二婶儿，我只是替哥哥不值罢了。再说嫡庶有别，我也没说错。我没想到大姐更看重二哥，说起来我们与大哥才是一母同胞的手足呢。是吗？原来妹妹跟大哥这般关心我。只是我病了这么久，不见大哥大嫂二妹来探望我一回，我还病着呢，二妹就央求母亲到大昭寺游玩，我以为你们并不在意我罢了。倒是二哥拖着杨姨娘给我带了养生的燕窝，我心中十分感动，故而才投桃报李。难道这也有错？你们既不在意我，我又何必在意你们？哼，这一巴掌打得可真响亮。我本想着回了亲生父母身边，家里人待我也如我想念他们一般，终究是我。明熙呀，你莫要多想，等时日长了就好了。以后啊，你常往二婶那边去玩，我让你容妹妹陪陪你，好不好？是啊是啊，再叫上你敏妹妹，
你这里就热闹起来了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女儿，到底不是养在身边的，胳膊肘竟往外拐。夫人说的是，我到底不是养在身边的，生着病呢。你还有闲情雅致带着养在身边的女儿出去游玩，可见心中毫不在意我。什么？你放肆！前有车，后有辙，我只是跟你学罢了。你不关心我就算了，怎么，别人还不能关心我了？异母同胞的一个没把我放在心上，病了一场谁的影子也没有瞧见。倒是庶出的哥哥记挂着我，我岂能不感动？谁待我好，我自是待谁好的。早知道这样就不该让你回来，让你留在那个商户家做个商户女，看你这辈子能有什么出息。酱香，现早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回江城。这府中既是容不下我，我走就是。我养父母虽是商户人家，可打小也是把我当掌上宝宠着。商户女怎么了？夫人既是瞧不起我，就不该认我。伯爷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夫人要把大姑娘赶出去啊！祖父、祖母，既是夫人容不下我，就放我回江城去。我只想着二哥也是我的哥哥，他既然学问好，又中了举人，若是来年能够蟾宫折桂，岂不是咱们伯府的荣耀？因此我才想着豁出脸面，给陈伯伯续一封信，希望陈伯伯能给二哥一个机会，也是一个机会罢了。能不能入了陈伯伯的眼，还得看二哥的学问扎不扎实。再说了，我这病了几日，孤立一个人卧在床上，爹爹忙于公务就罢了，可夫人也好，兄嫂妹妹也好，不曾见有哪个去探望我一眼，只有二哥哥拖着杨姨娘给我带了燕窝，我岂能不感动？不过是一封举荐信罢了，又怎么能比得上二哥哥待我的一番真情实意？我只想着大妹妹刚回府，与我们并不是很熟悉，她既然在养病，也不好上门打扰，倒不想让大妹妹多想了。照大嫂这说法，该是我这个病人上赶着去见你们才是。也是了，我只是在商户家养大的商户女，大嫂瞧不起我也是有的。夫人对我说，早知道我帮着二哥哥，就不该让我回来，让我留在那商户家做个商户女，看我这辈子能有什么出息。可我在江城也是爹娘的掌上明珠，何曾受过这样的委屈？夫人如此厌恶于我，大嫂又岂能放我于眼中？我不过是病了，又不是死了，他们自是不放在心上。只怕我死了，他们也不会伤心。求祖父祖母放我回江城，这里没有人疼我，江城自会有人疼我护我的。好孩子，一家人难免有舌头碰到牙齿的时候，祖母来疼你。哼，上辈子就是太夫人和江氏婆媳联手，哄着我拿出养父给我的私产。什么对他好啊？是看中了江城给他的傍身银子，这一辈子他一个铜板都不会掏出来。这个丫头是个不吃亏的，留在家中怕是家宅不宁啊。老二的前程要紧，路都铺好了，就差一笔银子敲门。你先哄着他把江城给他的银子拿出来应急，一个黄毛丫头罢了，能有什么见识？这下你满意了？不，我并不满意。段慧柔，你以为你隐藏得很好，可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你心里怕是恨不得我立刻死了才好，是不是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是你在大哥大嫂面前搬弄是非，让他们对我心生排斥。你在夫人面前故意扮可怜，处处排挤我。你以为你自己做得很高明，可在我眼中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。那又如何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好收起你的小心思，不然有你苦头吃。好大的口气啊，也不知道今日吃苦头的是谁。行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李妈妈，让你儿子亲自跑一趟江城，将信交到我爹手中。老奴这就去。老爷太太跟小少爷收到姑娘的信，肯定开心。这门亲事不错，你跟明熙好好说说，
这孩子一定开心。他这性子，我瞧着不能先说婚事，不如约个时间，带着他先跟高世子见一面。高世子高大英俊，身世不凡，明熙肯定能相中，到时候再开口就好说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就这么定了吧。这就是我的大女儿明熙。明熙，这位是高国公夫人。明熙见过夫人。不用多礼，快起来吧。这是我跟前的长子，段大姑娘刚回京，想来是不认识的，今日正好认识一下。见过高世子。段大姑娘，咱们两家素有往来，今日既然遇上了，你也带着段大姑娘在园子里四处逛逛。我与伯夫人正好有些事情相商。听闻段大姑娘自幼是在商户家长大的。世人说情不怪父母，孝不比兄弟，苦不怨至亲，气不凶旁人，方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气魄。我是商户家长大的，怎么了？高世子语加嘲讽，面带不屑。既是如此瞧不起我，那就各走各路吧。你等一下，是我鲁莽失礼了，还请段大姑娘见谅。不伤己身，不绝其痛，便是道歉信也不成。小女不过是商户家长大，哪里受得起？段大姑娘，你这招欲拒还迎使得不错啊，可惜用错了人。哼，你可真是癞蛤蟆追青蛙，长得丑玩的花，屎壳郎戴面具，臭不要脸，谁跟你欲拒还迎啊？真是没教养。趁着病不重，赶紧吃药吧你。也不知道是哪个没有教养的嘴巴无德先巡视的。行，段明熙是吧？我记住了。不想定远伯府新认回来的长女是这个有趣的人。王爷，据说这位段大姑娘自幼从商户家长大，世人多道貌岸然，虚伪至极，可惜了。这等鲜活的女子，再过不久也泯然众人矣。高世子呢？高世子嫌弃女儿是在商户家长大，故而出言讥讽。女儿心中委屈，分辨几句，高世子心生不悦，女儿就先回来了。孩子在外长大，到底是少了些京城大族的悉心教导，夫人可得上上心。女子当以端重温恭，德教彰于富顺为是。听闻您膝下有两女，想来教养极好，改日明熙一定好好的讨教。明熙，给国公夫人道歉。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国公夫人说我教养不好，想来夫人把孩子教得极好，我与之请教有什么错？段大姑娘好厉害的一张嘴，伯夫人好自为之吧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夫人这话说得好生奇怪，我什么是故意的？哼，看你有没有脸说出高家姐妹温顺贤良的话出来，说出今日是来相看的真相。大姐姐如此逼我，她不如我寻一根绳子吊死算了。请祖母做主，二妹妹一句下毒奴才魂说的话，我就要背上弃病母亲的恶名，不孝两个字落在我的头上，岂不是也要逼死我？你们的母亲呢？怎么还没到？哎，娘，我看还是把多嘴的奴婢叫来问一问，是非清白不就清楚了吗？大嫂既然病着，就让她歇着好了，别再累着她呀。娘，二嫂说的是，要我说还是家里的下人不守规矩，主子的事情也是他们能说嘴的，就该拎出来好好惩治一番，看以后还有哪个嘴碎的敢说主人家的事情。这局稳了。你二妹妹就是被她身边的人给蛊惑了。春罗这丫头啊，以前瞧着是个好的，没想到这次竟是做出了这种事情。祖母给你做主，将她发卖了出去，如何啊？祖母，你闭嘴！识人不清，用人不明，你自个儿也要认识到错处。禁闭3日，好好想想。明熙，二婶，方才多谢两位婶婶秉公之言。你受了委屈，二婶自然不能视而不见的。天还早得很，正好去我那儿喝盏茶，如何？明熙呀，二婶知道你今日受了委屈，
只是有些事情啊，我也不好开口说个明白。不过你是个聪明孩子，想来应该察觉到了什么了，是不是？若是你真的不惜与高国公府往来，以后这件事二婶帮你一把，如何？多谢二婶，大堂兄的事情我也会尽力的。前2日我病着的时候，听小丫头在外头说闲话，二门的马婆子经常二门一关就不见了人影，有的时候院子里有些急事，想找人开门都做不到。守门的婆子经常不在，又是3更半夜的，我心里头总是担心内宅的安危。杨姨娘那头已经递了话，准备明日就让二哥起身南下。我今晚会把信给写好，请二哥转达陈伯伯。二婶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啦。是啊，我也盼着好消息呢。你去打听一下二门的马婆子最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夫人，好端端的，怎么打听一个守门婆子做什么？让你去你就去。二夫人哪有心思说清楚啊？贺妈妈也不敢多嘴，忙转身就去了。二夫人脸色不大好看，这个段明熙不是个肯吃亏的主，这事不见好处不撒手。他既是点出了马婆子，那肯定是有事儿。他既然想要儿子的好处，少不了先给段明熙冲锋陷阵了。二姑娘来过，不过奴婢说您睡下了，挡了回去。茜草呢？我之前让她做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茜草刚回府，奴婢这就去叫她。姑娘，奴婢去了老爷给您置办的几处铺子，掌柜的都是老爷给您留的人，很是信得过，账册也都清楚明白，您随时能过去看。你问过没有？现在账面上能用的银子有多少？几位掌柜的说1年2次交账，今年上半年交账在6月，不过老爷说了把铺子给姑娘，他们会跟姑娘交账的。一处生药铺子，一处绸缎庄，还有一处酒楼，都在京城繁华地段开的，账面上的余银加起来少说有几万两呢。酒楼是哪一间？就是城里最热闹的那条大街上的玉仙楼，姑娘没见，比江城咱们府上的酒楼还要气派呢。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可真是骗得我好苦。端王，段明熙的眼睛一拧，上辈子端王跟太子相争，高湛拿自己的嫁妆产业替太子招兵买马，导致端王最后功亏一篑。这一辈子没了他的钱，他就看高湛如何在太子面前立功。至于端王，他还得好好的想一想，不能轻举妄动。这一夜段明熙都没怎么睡好，到了后半夜，隐隐的听到外头有呼喊之声，他先是有些不悦，随即想起了什么，猛地起身奏起：酱香，去看看外头怎么回事。姑娘，这半夜3更的，不知道闹什么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二门的马婆子晚上聚众斗牌，有小厮溜进内院跟丫头私会，被二夫人发现了，这会儿正捆了人等着发落呢。我的老天爷啊，堂堂伯府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。姑娘，那马婆子是春罗的干娘，春罗给二姑娘顶了罪，被发卖出去，马婆子就少了人孝敬，因此心里不舒服，夜里就开赌局，往常都是玩个把时辰，今儿憋着个火又一直输，赌红了眼忘了时辰，哪知道就被二夫人给撞上了。二夫人把人带到哪去了？带去二房了，说是怕马婆子跑了。你们也回去歇着吧，明儿个会更热闹。大夫人既然身体不好，就好好的养着，什么时候养好了再管家。姑娘，莫哭莫哭，老爷太太知道了得多心疼啊。爹爹跟娘带着弟弟要来了。真的？哎呦，这下好了，姑娘有人护着了。李妈妈，你带着人去把段家的宅子清理一遍，等爹娘进京就能直接住了。我看还得买几个丫头，他们来了也得有人服侍。姑娘，您别费心了，老爷已经派人跟着李全连夜赶到京城，会有人把这事情都安排好的。倒是我糊涂了，爹爹一向是个周全之人，这种小事怎会想不到。姑娘，大少夫人来了。哎呀，来得突然，大妹妹可别见怪。大嫂说笑了，酱香，上茶来。大妹妹回了府，
本来母亲是要办一场宴会给大妹妹证明，只是现如今府里事多，广乡侯府的大姑娘送来了请帖，请几位妹妹去参加花宴。届时京城闺秀汇聚，大妹妹可得好好准备，不要丢了伯府的脸面。哼，正好，若是这回姚云逸还要算计我，我就连本带利的收回来。大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丢谁的脸？我虽是在江城长大，却也是读书识字的，知廉耻，懂礼仪。赶进内院偷情的小厮可不是我这个没有规矩的人教出来的。大嫂可真是好规矩，不丢脸。我只是好心提醒大妹妹一句，没想到自身不正，又岂能教导别人？大嫂还是先把自己身边的人事打理清楚再说吧。大妹妹说的是，这件事我跟你大哥也是心生愧疚，身边的人已经清查过了，以后这样的事情自然不会再发生。之前是我失言，我跟大妹妹说说广乡侯府的事情，免得妹妹不知根底，行事掣肘。咦，段明熙有些意外，萧氏在跟他示好，这是为什么？之前都是我这个做嫂嫂的不周全，让大妹妹受委屈了，这回就当我给大妹妹赔罪，如何？大嫂言重了，一家人哪有不磕磕绊绊的，过去就过去了。我瞧着咱们这位大妹妹不一般啊。是不一般，若是她听话，跟高家定下亲事，哪有今日的波折？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几都尉的事黄了，高家那边伸手了。高国公府怎么能如此欺人？这世道就是这样，高国公府比咱们高一头，想要压一把自然容易。我看事情没这么简单，等我明日回娘家问问我父兄再说。明日我与你一起去。这件事情若真是高家的手笔，一时半会儿咱们也急不得，但是大妹妹那边，我看着咱们不能这么耗下去。你是怀疑这些事情背后有明熙的手笔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本也不信。夫君，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大妹妹上回生病后，她就有些变了？小姑娘家的，就是心思太重，一家子人何必这么计较？那是因她丢了好大的脸。丢脸还是小事，可是自那回后，你看看母亲掌管的钟馗，如今成了三人共掌。徽柔身边的春罗被发卖，马婆子也倒了，连带着夫君也受了牵连。咱们有一个算一个，哪个得了好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些事情都是明熙做的？我没有证据，不敢断言。但是明熙没回来前，府里可没这么多事端，而且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跟明熙闹了不愉快的人。若真如你所说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不信，咱们打个赌。我瞧着这回广乡侯府的花宴肯定不太平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徽柔在明熙手上接连吃了亏，她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？我看着她肯定要讨回场子来。姚大姑娘跟徽柔交好，你说她能不为她出头？简直是胡闹！这要是闹大了，将伯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？咱们等着瞧吧。大姐姐，咱们一起进去。大姐姐今日这一身衣裳可真好看，比美人更美。拿着玩。这也太贵重了，我可不能要。三婶待我好，不过是个小东西给你玩的，什么贵重不贵重的，留着吧。孙女给祖母请安。起来吧，你们两个坐下说话。你们几个今日去广乡侯府，切记要循规蹈矩，不要做失礼之事，免得与民生有损。祖母，您就放心吧，孙女跟云逸关系最好了，会照看着的。你大姐姐第一次参加京城宴会，你多提点着些。在商户家长大的倒是真的可惜了，便是认回了伯府，以后婚事上怕是也艰难。毕竟哪家的公子少爷愿意娶个粗俗不堪的商户女呢？西姐姐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这些人还没见过你，
不过是一时逞口舌之快罢了。这是哪家的姑娘？靖远侯府的大姑娘楚清莹，她生母早逝，如今的侯夫人是继室。这位楚大姑娘的性子可不怎么好。啊，那是谁家的姑娘啊？怎么这么面生？她旁边那个是不是定远伯府的段敏呢？会不会她就是那位才认回来的段大姑娘？今日蒙姚姑娘相邀，才能赏到这牡丹之美，明熙特来道谢。听说段大姑娘是在江城那种小地方长大的，今日不要拘束啊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尽管开口便是。姚姑娘真是好大气，既是如此，明熙就不客气了。听闻京城有道名菜金鸡玉块，不知今日有没有口福能够吃到。大姐姐，你这不是故意为难人吗？二妹妹此话怎讲？姚姑娘一番好意，觉得我是在小地方长大，没有见过世面，这才让我开开眼。既是如此，我岂能辜负姚姑娘的一番好意？明明是我客随主意，怎么到你口中倒成了我故意为难？还是说姚姑娘之前的话不过是随便糊弄我的？若是如此，倒是我鲁莽了。段大姑娘不过开个玩笑罢了，你们一个个的怎么还当真了？这可是个功夫菜，一时半会儿哪能做得出来？有这样开玩笑的吗？我看她就是故意的。真是奇了怪了，旁人都道我是玩笑，倒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妹妹，非得给我摁个罪名在头上，竟不知道我是哪儿得罪了你。我也是跟妹妹开玩笑呢，咱们一家子的姐妹不过是斗个嘴玩，倒是让诸位见笑了。对，我们开玩笑呢。听闻姚大姑娘外家是徽州何氏，去年和太夫人大寿，还曾定过一尊福禄寿的玉像给太夫人贺寿，不知道太夫人可曾满意？那玉像你怎么知道？定做玉像的是江城段家。哼，是，正是我养父。何家几位老爷至诚至孝，江城无人不知。哎呀，原来咱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缘分。我几个舅舅当时就一直夸段老爷做事尽职尽责，虽是商贾却有侠义之风。没想到大姑娘竟然是段老爷养大的，难怪大姑娘气度非凡，让我一见如故。今日咱们不打不相识，真是天赐的缘分呢。明日有一场马球赛，不知道段大姑娘有没有兴趣？能得楚姑娘相邀，是我的荣幸。那就一言为定，明日咱们可要好好比一比。慧柔，我看你这个姐姐不简单，你以后还是小心些，别跟她作对了。你可是我的好友，连你也这样说我吗？我与你相交多年，你对我外家的事情从不关心，但是你这个姐姐却知之甚清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段明熙明知道我与你是至交好友，却还能让我不与他为敌。慧柔，我与你是好友，但是我外家的事情我不能置之不理啊。希望你能理解，你以后可得上点心，多跟着学学，眼睛不要总盯着后院。今日得罪了慧柔，少不了我得跟她赔个礼。敏妹妹，你先回去，我想起来她喜欢一盆牡丹，我看能不能买下来送她。我同你一起去吧。她赌气先走了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你先回去看看她有没有回府，若是没有，少不得让家里人找上一找，可别闹出什么事情。也对。那好吧。哎，可是你怎么回去啊？我让人到车马行雇辆车就是。微微，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一个，那日并不是相亲。再说那定远伯府的大姑娘，我又怎会看得上？她连你的一根手指头都不中。高湛，你不用与我解释，你自己相看，从此后你我就一刀两断。那段姑娘今日我远远看了一眼，确实是个美貌佳人，你变心也无可厚非。她美不美与我何干？那日我都没正经瞧她一眼，在我心里你才是这世上最美的女子，你为何偷听我们说话？呸！哼，谁偷听你们说话？我好端端的走在路上，却有小人背后说我的坏话，我倒是倒了霉，遇上你这么个狗东西。这位姑娘，我可没有跟高世子相看，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，切莫在背后毁人清白。
你骂谁？谁背后造谣骂谁？人贱有天收，人蠢没地久。如你这种卑鄙小人，便是倒贴，我也不要。段姑娘，这只是个误会，你又何必出口伤人？哟，你方才说别人的时候，怎么不记得出口伤人了？我与高湛可没相看过，毁我名声，不知二人意欲何为？这件事情不说清楚，我跟你们没完。哼，段明熙，你别以为认魂了定远伯府就能为所欲为。定远伯府于我而言却不算什么，你以为伯府能为你撑腰？哟，高世子真是好厉害，有本事你把你的心上人娶回家，在我这耍什么威风？只有无能的男人才欺软怕硬。段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跟高世子并非你想的那样。哼，我管你们是哪样，你们敢拖我下水，毁我名声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救命啊！高国公世子要杀人灭口了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哟，还真是高湛世子啊！还有2位姑娘，高湛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上辈子段明熙就被这2人给恶心透了，这辈子得了机会，怎能放过？当下就捏起了帕子拭泪，一边哭一边语速极快地把方才的事情说了个明白，压根没给高湛和白芷薇开口的机会。你胡说！段明熙，你不过是暗恨我上一回毫不犹豫地拒绝你联姻的事情，这才把白姑娘扯下水。你怎么能如此恶毒地毁别人名声？高湛，你好不要脸！上回我与你见面，是因为2家长辈在锦瑞园里偶遇，我母亲从头到尾没有给我提过相看2字，不过是因为偶然见了一面，怎就生了相看了？如你这般说，那么今日我跟在场诸位公子皆是第一次见，那也算是相看了。你可真是10个狼戴面具，老母鸡上屋顶，也不拿镜子照照，就凭你这出口成脏的，颠倒黑白，诬陷别人的好本事，我命薄福薄，消受不起。还是留给你的心上人吧。恭喜你们，豺狼虎豹，天生一对。今日之事，我会上报长辈。纵然高世子不将我们伯府放在眼中，出口威胁，但我们伯府也不能由着你们高国公府欺负。今日高世子和白姑娘诬陷我与高湛相看，毁我名声。高湛还编造我因他拒亲诬陷白姑娘等事，还请诸位做个见证。明熙虽然在商户家长大，也是深知礼义廉耻，是非对错的。哎，段大姑娘，你只管放心，今日的事情我们大家都会给你作证，可不能让一些卑鄙小人得逞。你护你心爱之人没错，但是恶意编造构陷于我，此事我绝不罢休。高湛，真是没想到啊，你居然是这样的人，真是想不到啊。这下可怎么办？你别担心啊，我会让段明熙改口的。定远伯可不是什么有骨气的人，别怕。我看他的性子不是个能吃亏的，这能行得通吗？定远伯府的老太爷正在为段二老爷的前程奔走，此事必定能成。我家里还不知如何交代，我会亲自上门请罪，再求国公爷答应我们的婚事。微微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的。今日虽然波折重重，但是也有好事，是我误会了你，你与他是清白的。高湛，事情闹到这一步，你我被他逼得没有退路，我们不能输。你能明白我的心，我就开心了。微微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输的。你立刻去做一件事情。姑娘，您吩咐。段明熙把园子里的事情简单一说，李全气得双手握拳。姑娘，这高世子欺人太甚。他说的是对的，定远伯府定然不会为了我出头。你现在立刻把这件事情散播出去，不给定远伯府低头的机会。我这就去。早知道这样，方才我应该跟姑娘一起去才是。你去了也无用，一个丫头别人不会放在心上，但是你也有事情能够为我做的，别难受了。姑娘要我做什么？你去镇国公府那边走一趟，将白芷薇跟高湛私会被人当场抓住的消息传遍国公府附近，能不能做到？能，姑娘放心。你哭着回伯府，直奔太夫人的荣安堂替我申冤。一定要记着，进了伯府大门之后，就要把高湛和白芷薇私会试图诬陷我的事情给讲清楚，务必让府里上下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姑娘放心，奴婢一定能做到。这一回我倒是要看看江氏还如何逼我。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高国公府可不是咱们能够得罪得起的。
祖母，您不知道，今儿大姐姐真是好威风，连我的脸面都要踩，让我在众人面前丢了好大的脸，真是我的好姐姐。是了，不如妹妹来说说，我是为何踩你的脸？你不说，不如我来说如何？不管如何，我是你妹妹，你应该护着我才是。是啊，不管为何，我是你姐姐，你就该诬陷我，我还得笑脸相迎不成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段明熙这回可不会让段辉柔抢先开口，就把段辉柔在宴会上做的事情说了个清清楚楚。祖母，大姐姐说的都是真的，孙女可以作证。辉柔当你妹妹做什么？难道你妹妹说句实话你都容不得？婶婶可得教教你，一家子手足姐妹还是要和谐些为好，免得被外人瞧见了笑话。三弟妹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不过是孩子间的玩笑罢了。都给我住嘴！这件事情都有错，回头各自领罚便是。明熙，你来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能这样做？高国公府与镇国公府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吗？以夫人的意思，我今日就该由着那对狗男女践踏我的名声不成？是不是夫人还想压着我上门给他们赔罪去？你一个闺秀居然如此粗俗，简直是丢死个人！你还有没有廉耻啊？我没有廉耻，我没有廉耻，也没在自己的亲闺女受了委屈的情况下，首先想到的是得罪了人，而不是为自己的女儿讨个公道。我就是觉得好奇，夫人待我如此刻薄，毫无为人母的疼爱维护之心，想来怕是夫人认错了女儿，我应该也不是您亲生的。太夫人，我想我猜的是对的，贵府可能是真的认错了人，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赖着不走，我这就收拾东西离去，不耽搁薄夫人找回真正的女儿。你们这群蠢东西，还不快把大姑娘拦下来！好姑娘，你在气头上，千万别胡思乱想，怎么会认错人呢？你看你跟你娘长得一模一样，万不会认错的。是啊，明熙，今日事发突然，大嫂有些失信也不是有心的呀。你也知道，咱们伯府确实不敢得罪两个公府，大嫂也是为了府里着想罢了。若是容妹妹跟敏妹妹今日受辱，两位夫人会如何做？两位夫人何必自欺欺人？这个丫头怕是早就对江氏失望至极，今日借此机会想要脱身出府呢。好啊，果然是有胆子，有魄力，有本事，哪有你这样当娘的还不跟明熙说清楚？是娘一时太心急，有些话说得不太妥当。你刚回京城，对京中形势不清楚，娘说的也是真心话。那两家都是国公府，咱们也真的得罪不起。今日若是段辉柔受辱，夫人会如何？若是辉柔，还有件事情要跟夫人确认一下。高湛口口声声地说那日是与我相看，不知道夫人对此有何解释？自然没有此事。是了，我也是这般想的。纵然夫人不喜我，若是为我挑夫婿相看，总是要跟我说实话才是。听夫人这般说，那高湛我果然是没有骂错他的。此事在意吧，都先回去。看看他这态度。大嫂啊，这人心要是伤透了，可就拉不回来了。都是你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，何必要偏心呢？到底不是养在身边长大的，大嫂是真的一点也不心疼啊。明熙这孩子委实有些可怜。王爷，那位段大姑娘果然是个厉害的，短短时间内就布局如此，真是令人意外啊。你去推一把，把事情传播得更广一些，传到宫里去。属下遵命。我看着这件事情怕只是个开始，老爷你可要想好怎么做才是。这有什么可想的？你忘了老太爷为二伯谋取官职在紧要关头呢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过是一夜功夫，事情就传遍了。咱们这位刚回府的大姑娘不简单。你怀疑是明熙做的？怎么可能？她一个姑娘家能想到这些手段？她连两家国公府都敢得罪，你说她能不能做得出来？
那你是怎么想的？也不知道大嫂跟娘到底要做什么，居然瞒着明熙带她去相看。那高国公府也不厚道，我就说这门亲事有些古怪，果然被我猜中了。什么古怪？你没看出来吗？大嫂偏心徽柔，不把明熙当回事儿，可又不许她回江城。娘的态度也很奇怪，为了留下明熙，还把大嫂给责骂了。你说到底为什么？江城段家可是当地首富，明熙当初认回来后，江城那段家夫妻只怕给了他不少东西傍身。江城段家就那么有钱？当初认亲的时候，不是我去的江城，那边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敢号称江城首富，想来家底颇丰啊。好啊，二房为了差事，大房为了家财，他们都得了好处，咱们三房能有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这事儿没完，合着你们全家拿着咱们三房当猴耍呢？我娘家可也不是做摆设的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成什么样子？这八成是大哥大嫂的意思。二哥一直想谋个官，我看着这事儿他未必知情。什么意思？你想呀，若是二哥二嫂知情，那二嫂还能跟大嫂打擂台啊？不行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嘿，这个关头你可别闹事，还嫌家里不够乱呀？我就是为你委屈。你说你平日孝敬爹娘，尊敬兄长，可最后落得什么呀？人家都说小儿子大孙子，可你这小儿子当的真是够憋屈的。我的差事我自己去找。上回要不是你被人做了局，哪里能丢了官？这都过去的事儿了，你说这个做什么呀？当初你在大理寺做平事，还是我娘家给你帮的忙，这回我可没脸再去求我爹。我知道岳父对我好，你放心，我自己会想办法的。我去明熙那里瞧瞧，这孩子怪可怜的。这个时候别去了，大嫂知道了，少不得又得说罪。我能怕他？自己偏心还不许别人心疼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我叫上敏儿一起过去，大嫂就说不出别的了。去看看就回来，可千万别惹事儿。二嫂，你这脸色怎么这么不好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三弟妹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什么事儿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去我那儿。我今儿个回娘家呀，想要跟我爹娘讨个主意，毕竟是两个国公府，咱们府上得罪不起啊。想想能不能寻个办法转还一二。但乔大人怎么说？我都没见到我爹，一早就去了衙门了。听我娘说呀，这件事都传到宫里头去了。今儿个一早，我妹妹就回了娘家问怎么回事呢。二嫂，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娘家打听了，消息呀是从荣国公府那边传出去的。这下子事情就真的难办了。二嫂，我看咱们不能瞒着太夫人，还是先跟他老人家知会一声才好。你说的是，三弟妹，咱们这就去。娘，可不得了了！二嫂说如今消息传遍了满京城，连国子监那种地方都知道了，这下可如何是好？看你们还怎么逼明熙低头。你说什么？此事当真？三弟妹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娘，这种大事我还能胡说？不信你们问二嫂。娘，这下可怎么办？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已经不是咱们定远伯的事情了。再说了，高湛跟白家姑娘私会在前，本就是高国公府理亏。高国公府跟镇国公府素来不睦，两家的婚事未必能成。明熙得罪了高家，只怕那高家对明熙心生厌恶。既然大嫂依旧想结这门亲事，我看你把徽柔嫁过去，许是高家愿意呢。那怎么行？自来长幼有序，哪有姐姐不嫁，妹妹先定下人家的道理呀？大嫂，又不是立刻就嫁过去，先定下婚事，回头等明熙出嫁之后，再让徽柔嫁过去便是了。如此一来，大嫂就不用担心高家迁怒了。徽柔可是在你身边教养长大的，那边肯定满意。此事就不劳两位弟妹费心了，我会跟伯爷商议的。哼，被戳中了亏心事，就搬出伯爷压人。娘，这门亲事说起来也是大嫂自己的意思，当初还瞒着明熙带她出去相看，若不是大嫂行事不谨慎，又怎么会被人误会呢？是啊，娘，
依我看，就让大嫂去跟国公夫人说清楚。既然高湛与白芷薇私会，便是对这门亲事不满。既然没有诚意，婚事便作罢。咱们本就有理，为何要怕？你两位弟妹说的有理，你就去高国公府走一趟，把事情给说清楚。娘，高家我去。明熙到底是我的女儿，我自然疼她。我当初原想着高家到底是国公府，嫁过去又是世子少夫人，这亲世体面富贵再好不过。我拼着一张脸也跟高夫人把事情说清楚。可镇国公府那边可怎么办？白芷薇可是镇国公夫人的掌中宝，在京城素有名声。在这下子因为明熙名声扫地，只怕不肯甘休。他家的姑娘做出这种不要脸面的事情，还好意思迁怒别人？我们就是前怕狼后怕虎。依我看，这麻烦早早晚晚跑不了，倒不如咱们直接放出话去，把事情摆在明面上，看镇国公府敢不敢动手脚。我们好歹也是伯府，又不是那等无赖泼皮之家，为了脸面宁肯吃大亏。大嫂要是愿意，只管自己去做，我们三房是不愿意的。吵什么？你亲自到高家走一趟，跟高国公夫人把话给说清楚。记住了，两家可没议过亲，也没相看过。是，我今日就去。我这个老婆子还是有几分颜面的。今日你跟我一起去，到镇国公府去见白太夫人。娘，我去不太合适吧？在家吵得厉害，留着你的嘴去应对镇国公夫人吧。跟你们交个底儿，高家那头递了话，拿着老二的差事威胁我们，让明熙出来认错呢。有一就有二，这回我们不能退。本来老三的差事也看好了，这回怕是也不成了。要想大家都好，这一回咱们不能输，你们可明白了？娘，我也陪您去镇国公府，吵架我也行。大姐姐，你说这件事情最后会如何啊？咱们虽是伯府，但是也是祖上有功勋的人家，名声不可废，府里头可有这么多的爷姑娘等着婚嫁呢。这就好，我就怕他们让大姐姐给人赔罪。不会的，方才呀，二爷跟三爷与伯爷都去了老太爷的院子呢，奴婢还没有打听出来是为了何事，府里如今都知道了。不过针线房那边递过话来，说是给二姑娘赶制夏衣，只怕姑娘的马秋服怕是一时半会儿做不出来。这算什么大事儿，也值得你生气。你到今日想走一趟，让人带着布料跟绣娘进府给我量身做衣。奴婢这就去。哎，别，大姐姐，这太破费了，穿一身奇装就好了。那日我们陪着你去打马球，有的穿就行，过些日子府里的也就能做好了。大姐姐，我让我娘给你银子，几身衣裳而已，算是我这个做大姐姐的给你们的礼物。铺子就是我名下的，你们放心吧，不费几个钱。便是大姐姐的铺子，也没得做姐妹占便宜的道理。给你们就收着，等以后你们再做衣裳，我再收你们的银子也不迟啊。小姑娘家家的，别总是穿得这么俗，就该鲜亮一些才好看。因着段明熙不知道相看一事，故而太夫人那边也好，江氏那边也好，统一了口径。不管江氏有没有跟高国公夫人闹不愉快，结果是两家联姻的事情作罢。当然，对着段明熙的说辞是误会一场，两家已经说清楚，此后此事休提。我跟你们说，今日打猎咱们不能输，不就是打猎吗？还能派了他们不成？不能让他们看咱们的笑话。听楚清莹说，段大姑娘马术不错，不如今日你我比一场。哼，何婉仪，你在这里显摆什么啊？有本事比一比今日谁的猎物多，可别像是上一回输了哭鼻子。谁哭鼻子？上次只是意外。何姑娘，你我今日初次见面，比试难免伤了感情，不如就如楚姑娘所言，比一比猎物得多少。行，回头见。都是因为我牵连你了，我与何婉仪一向不睦。无妨，我初回京城，大家对我好奇也是有的。看来我姑姑慧眼如炬，段大姑娘的确是个不简单的人。说话的
是段二夫人娘家的侄女乔仁淑，听她讲话的是段三夫人的侄女安秋卓。走，咱们去打个招呼。表姐，原来是两位表姑娘，明夕失礼，还请见谅。我从邱兆芳那边过来，来得晚了些，大姑娘莫见怪。大姑娘不用担心，何姑娘跟楚姑娘素来不和，两人之间常有争执，与你没有关系。我初来京城，对这里的干系也不太清楚。这会儿则人未齐，众人三三两两的聊天。安秋卓低声把这里头的恩怨简单的说了一下，最后道：事关宫里两位王爷，咱们可不能轻易掺和。他们是姻亲，便是打破了头也有人撑腰。如今咱们这些人只好避着些。避着些也不是怕了他们，不过是不想惹麻烦罢了。多谢解惑，如此我就明白了，也免得我不知深浅，不知不觉地得罪了人。回头我摆宴酬谢两位，可不要推辞。乔仁淑跟安秋卓倒是爽快地答应。这位段大姑娘也不像是自家姑姑说的那般呢，先看看可不可交再说。参见诸位王爷。今日怎么这么多人？王爷，何姑娘说了，要跟咱比一比，看谁打的猎物多。您可不能因为她是您七妹就手下留情啊！你少在这里挑拨，分明是你激我在前，我岂能怕了你？既然如此，时候不早了，大家就出发吧。那边马厩有马，自行挑选便是。要不要我陪你们过去？不用，我们自去便可。楚姑娘，你只管忙你的。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遇到事情就去找我。走吧，咱们先去选马。这乌泱泱的人去得晚了，怕是好马都被挑走了。我与别人还有赌约，只能拖着敏妹妹留下照看容妹妹了。段明熙知道今日会出事，段明跟段荣能不掺和进来最好，自然是顺势让段明也留下。我一个人可以，明姐姐只管去就成。不是还有比赛？你这样慢可怎么行？猎物都被别人抢光了。如今有几位王爷在，我看别人的心思也未必在跟我比试上。再说了，赢又如何，输又如何，又不是科考排名挣前程，大不了我认个输就是。对，就应该这样。凭什么他们要比，咱们就要比？正说着话呢，前头丛林之中传来了一阵响动，一只兔子朝他们跑了过来。忽然看到前头有人，那兔子四爪子倒是倒腾得快，一个扭身往另一个方向一个跳跃，飞过了灌木丛，眨眼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。这叫不叫到手的兔子飞了？咱们追上去看看。也行。别让他跑了，快拦住，拦住！仁叔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伤到哪里啊？前头可能出事了。那怎么办？姑娘，这箭石有些古怪，只是跟猎院的不同。方才有只兔子往这边跑了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有，朝那边去了。方才那人是德庆侯府的傅红晓，妾室所生，不过在德庆侯夫人身边养着，最是欺软怕硬，小家子做派。你别理会他，装模作样的。仁叔受了惊吓，我看还是别进去了，先回去歇一歇。明熙说的对，你现在这个样子也没办法打猎了，不如先出去。只能辛苦秋卓了，我跟何婉爷还有约在身。虽然我并不在意，但总不好提前退场，只能托你送仁叔出去。你自己能行吗？我方才鸡飞流矢，可不是弄虚作假的，当然行了。那好，我先带着仁叔下山，你若是觉得不妥，也赶紧出来，什么赌约都不重要，我留下护卫给你，这样也放心些。不用，你们下山无人护着，我也不放心。再说了，我脚程快，很快就能追上大家。反倒是你们下山这一路，若是遇到了猛兽，那可不得了。安全为上。没想到明熙这个人如此良善，之前却是我小人之心了，真是惭愧。我也是。无妨，回头咱们好好与他亲近，还有今日之事得上禀长辈，总要正式上门道谢才是。谁？英雄出来吧，受我刘野一拜。那日刘公子仗义直言，今日就当是我还了公子那日的恩情。段大姑娘，好功夫，真是令人想不到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刘世子还有什么事？你就这么走了？不然还怎么样？你可是救了我的命！哎呦，我说了，
这是还那日的恩情。这怎么能一样啊？那日我也不是为了帮你，是单纯看高湛不顺眼。哎，你等等，哎！臣女见过段王爷。你是？定远伯府段明熙。原来是段大姑娘。牡丹台已逝，京中只怕无人不知姑娘大名。原来是这样，臣女不敢打扰王爷，先行告退。同路，听说段大姑娘是在江城长大的。是。江城是个好地方，水陆皆通，是朝廷赋税重地。江城靠海，商贾百姓靠海吃海，只要不怕吃苦，总能过上好日子。你在江城过得好吗？很好，我爹娘将我当成亲生的养，恩重如山。听你这意思，你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。是。段大姑娘是个有福气的。借王爷吉言，此刻的萧慕尘跟上辈子他见过的端王不太一样，许是现在的王位之争还不到后来那般境地，人的心事处境也就不同。你躲在这里不要动，本王去看看。明熙，怎么是你？别说话，咱们先躲起来。你们这是捅了野猪窝吗？谁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也不知道哪个眼瞎的放了一箭，就把这么多野猪招来了。我今日差点丧命于此，幸好遇到了你。不是我救了你，是端王爷。打了这么多野猪，这下回去啊，可有的吹了。嘿，你可要点脸吧？是你打的吗？有我一刀，怎么啦？可惜没遇上其他猎物，我还想打头虎呢。我看你就像一张虎皮。以后咱们就是好姐妹了。今日之恩我记住了。段明熙，你躲在这里做什么？说好的咱们比一比猎物，你打的猎物呢？何姑娘的猎物，莫不是指这些个野猪？我可是出了力的，不过我只见你逃跑了。何婉仪，你瞎说什么？当时是明熙在救我。姐夫，世上怎么会有人这么无耻？明熙忙着救我的命，哪有功夫去装模作样的去野猪身上砍一刀？有些人真是脸皮都不要了。你胡说，我还大弓射箭了，自己眼神不好使，非要说别人不出力，颠倒黑白，全凭你一张嘴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误会一场，此事不要再提了。除了刘世子的事情，你今日上山可还顺利？没有与人闹不愉快吧？夫人总是提醒我别丢你的脸，可我长这么大，夫人不曾教导我一天，又何以立身口出此言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在怪我这个当娘的？难不成要怪我？当年是我自己走丢的，又是我自己要认回伯府的。夫人既是认定我在商户家的规矩不好，给你丢了脸，可我回府之后也不见夫人教过我，感情夫人只是出了一张嘴，我就能上天入地无所不能，真是好生厉害。娘，您听听这话说的，我就知道他心里一直在怨我。夫人怎么好颠倒黑白啊？难道不是每次夫人见了我总要挑我的错处，借机训斥我打我的脸吗？自打我回府就没有见过夫人训二妹妹一句，可见夫人这规矩只是针对我罢了。明熙呀，你母亲也并非此意。说不如做，更何况伯夫人既不能说得漂亮，也不能做得好看，却开口指责闭口训斥，我可真是难为死了，恨不得生出来就是一个圣人，才能合了夫人的心意呢。明熙，不管如何，她都是你的母亲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想做什么？明熙呀，一家人哪有个不拌嘴的呀？大嫂也只是担心你罢了，只是情急之下话说的有些重了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我刚回府的时候确实很放在心上，总怕自己做得不够好，不能让伯夫人满意，伤她的心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不管我做得好不好，夫人总不会满意的。现在我是一点也不会放在心上了，以后夫人说话可得谨慎一些，你寻我一次错处，我就盯着二妹妹。我倒是要看看夫人亲自教养出来的女儿到底有多优秀。太夫人，乔夫人来了，快请进来，去迎一迎你母亲。是，娘。祖母，在猎场时大姐姐救了我表姐，外祖母肯定是来道谢的。我夫人有个好女儿，近日多亏了大姑娘，不然人叔怕是……好孩子，今日多亏了你，不然人叔今日不能齐齐整整的回家。人叔他母亲今日不巧回了娘家，我已经着人送信过去了，改日再让他带着人叔过来与你道谢。
夫人，您言重了。我与乔姑娘一见如故，在猎场乔姑娘对我多有提点，不过是居手之劳，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再说，咱们两家是至亲，二婶婶待我又亲厚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二婶上回回去就跟我说，你是个好孩子。我原想着过几日人叔生辰，请你过府玩，也正好见一见。哪想到咱们娘儿俩倒是有这个缘分，这就先见上了。太夫人好福气呀，有这么个有勇有谋的好孙女儿。人叔跟我说，那刘氏朝他飞过去，他都吓傻了。还是咱们明熙厉害，女孩子习武虽然辛苦，但是却能救命啊。好孩子，在疆场的时候学这些苦不苦啊？我养父母收养我时膝下无子，我养母体弱，子嗣艰难。我养父要我以后继承家业，所以教养我时很是用心。习武虽然辛苦，但是商户人家经常跑伤，性命为重，想活着就不能怕苦。我听说你养母后来生了一子。是，我养母怀孕之后啊，养父大喜，去寺庙捐了大笔的银子。方丈跟他说，他们命中无儿女，但是呢，我有手足缘，所以这个弟弟是我带来的。我们明熙是个有福气的，这下可不得把你当宝贝供起来。那倒也没有，我养父管我更严了，收女儿家的，将来嫁人长家很是辛苦，没本事在身上，别人瞧不起，自个儿也压不住。原本我养父母是打算让我招婿，在家顶门户的，没想到我会被亲生父母找到。哎，你不是有个弟弟吗？怎么还要留你在家？我养父母说，把我嫁到别人家，舍不得我吃苦，后门段家家大业大的，分一半给我，留我在身边他们照看着，才放心呢。段老爷慧眼如炬，我们明熙呀是个有能耐的。可惜上回段老爷夫妻没能在京城多留几日，也不知道心里多挂念明熙呢。也没什么不放心的，我养父母将家里的产业分了不少给我，有了这些银钱在手，便是在哪儿也是能过得好的。段老爷夫妻倒是敦厚的性子，难得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算不上多金贵的东西，给你拿着玩吧，只能劳烦太夫人了。明熙虽然不缺这点东西，到底是我们家的心意。等人叔生辰，大姑娘可一定要过府来玩。段明熙认下，夫人厚意，明熙一定前往。娘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把明熙带去。太夫人，贤王妃派人过府求见。今儿个咱们府上可真是贵客迎门。婉妈妈，贤王妃的人怎么会来咱们府上？说是奉贤王妃之命前来跟大姑娘道谢的。可能是因为在猎场，我搭手拉了楚姑娘一把。老奴落使见过太夫人，若不是段大姑娘，今日我们王妃怕是睡不安枕啊。本来王妃是想亲自来致谢，只是又怕贸然的来府上惊扰，故而才让老奴来走这一趟。这位就是大姑娘吧？劳了我妈妈走这一趟，王妃实在是客气。区区小事何足挂齿，换作是谁，当时那种情况，心有余力都会拉一把的。大姑娘许是不放在心上，但是王妃却感念大姑娘的恩情。您知道王妃就这么一个亲妹妹，是十分的看重爱护的。这是王妃给大姑娘的谢礼，只是一些粗俗之物，还请大姑娘收下。夫人，这位段大姑娘不简单呢，在江城段家是被当成长子教养的，怎么能是简单的人？那她救了咱们家的姑娘，难道是有意为之？当时那种情况纯属意外，她一个初来京城的人，可没那么手眼通天，安排这样的局面。是老奴糊涂了。近日瞧着定远伯夫人跟段大姑娘母女之间可不亲近，看来以后伯府怕是有热闹了。这位伯夫人也就是命好，大姑娘每次回娘家总要跟您诉苦，这位伯夫人不是个大度的人。如今瞧着大姑娘说的没错，这么好的女儿找回来，定远伯夫人不知道珍惜，居然还能闹成这样，以后怕是有的后悔。姐姐，姐姐，思睿。有些生硬的名字从他的口中吐出，他记忆之中的弟弟被人害成了傻子，只知道傻笑，木木呆呆的，看着他也早不认识了。而现在的弟弟呢，健康活泼，眉眼清亮，那深入骨髓的记忆一下子明亮了起来。小蕊，姐，
是不是伯府有人欺负你？只是想你们了。爹娘都还好吗？不算好，自打姐姐回了京城，爹娘就总是不开心，常常想起你。西西，娘，怎么瘦了？是不是在伯府里过得不好？你爹见了李全，立刻把手里的生意安排妥当，就赶紧北上。我知道伯府是勋贵之家，规矩大得很，就怕你不习惯。可我们也不敢给你写信，就怕给你惹麻烦。别哭了，好不容易见到孩子，哭哭啼啼的还怎么说话呀？西西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让我来京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打算？西西，你说，爹听着，你要是想回来，爹想办法，咱们跟伯府断了关系。西西别怕，你爹会想办法的。爹娘，我现在也算是在伯府暂时的立住了脚，让他们放我回江城，眼下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在伯府根基浅薄，所以需要爹娘的帮助。你是想让我们留在京城？伯府缺钱，缺得很是厉害，所以他们就打你的主意。好一个面子心狠的亲娘，她怎么不让那二姑娘嫁过去？可见心里知道这婚事不妥，这是拿着咱们西西换好处。好在西西聪慧，算是解了这一劫。老爷，眼下不宜张扬。我的意思是，爹爹先悄悄在京城置办产业，回头等我这边妥当了，就能给爹爹找个靠山了。这种事情哪需要你费心呢？爹爹做了一辈子生意，跟官府的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，自然知道怎么做。西西，你好好做你的伯府大小姐，其他的不用你管。爹爹既然来了，就有本事在京城落住脚。大姑娘有心了，太夫人身体不适，早些休息了。祖母没事吧？有没有请郎中过来瞧瞧？哎呀，都是老毛病了，服了药，太夫人就歇了。大姑娘不用担心。我知道祖母爱吃他们家的玫瑰酥和梅花香饼，孤儿买了一些回来，劳烦外妈妈替我转交。太夫人，这是大姑娘给您带回来的。她倒是有心呐。是啊，咱们府上的姑娘少爷们出去后还能想着给您带东西回来的，大姑娘倒是头一个呢。可见大姑娘心里对太夫人是很敬重孝顺的。孝顺倒是有，就是这性子令人头疼啊。那日听大姑娘说的话，既然江城那边将她当长子养，这性子太软了，可怎么承继家业？依奴婢看，大姑娘这样的性子才是好，将来有太夫人在，给大姑娘寻一门好亲事，大姑娘嫁过去必然能手拿把抓，掌家理事。我看他主意大得很，高国公府的亲事，我如今想了一想，只怕是他提前得了风声。太夫人，这不能吧？大姑娘这才回来多久，怎么会知道高国公府的事情？哎呦，我看还是高世子跟那位白姑娘自己不知道检点，被大姑娘给撞见了私会不说，偏那二人又要给大姑娘泼脏水，换成谁也不能咽下这口气的。罢了，高国公府的亲事不要再提了，就他现在这名声，以后的婚事只怕也是不易的。太夫人，咱们大姑娘可是救了乔姑娘跟楚姑娘，高国公府那点事情以后也不会有人放在心上了。事情如何了？荣国公府的太夫人今日进宫求见德妃娘娘，德妃娘娘去求见了陛下。玉关山一事，陛下已下令去查。消息放出去了？是，安置在德妃娘娘宫中眼线，已经动了。王爷，这回玉关山的事情很是微妙，属下暗中查过，刘演受伤确实是被人追击，但是刘演说袭击他的人戴了面罩，看不清楚容颜，不能确定是谁。如此，才能将当场所有人拖下水。王爷的意思是，这是德妃娘娘一系的阴谋。那日只有太子不曾参与，注意皇后与曹国公府的动向，再把这个消息放出去，让皇后与太子也下水。姑娘，荣国公府刘姑娘的帖子，你去荣安堂跟太夫人回一声，我早就想见见你。
上回玉关山的事情，恰逢有事情没能去，没想到咱们间还有这样的缘分。我哥哥说，那日若不是你，他只怕就凶险了。六姑娘言重了，之前刘世子曾给仗义直言，那时我也不过是顺手而为罢了。这怎么能一样？我哥哥跟我说，大姑娘好身手，你在江城的时候是学过功夫吗？是，我养父母原本是拿着我当继承家业的儿子来养的。真是想不到能一直坚持学下来，还学有所成。段大姑娘着实令人敬佩，习惯成自然罢了。宫里有给几位未成亲的王爷选妃之意，过2日消息就会传出来，到时候京里就热闹了。这辈子他是连康王妃都不要想了。娘，大姐到底是在江城长大的，这要是在规矩上有什么不妥的，得罪了宫里的娘娘，牵连到家里可怎么办啊？大嫂，我也喜欢徽柔，在咱们跟前看着长起来的，长得好，规矩好。可是啊，若是别的公侯伯府参与的都是嫡长女，这身份上徽柔可就被压了一层啊。若是因此落选了，伯府可就丢了一次机会啊，你说是不是？二嫂说的是，我也觉得徽柔不错，但是明熙的身份更合适。再说规矩是可以学的，开选还有些日子呢，请人来教一教就是。我也不是不希望明熙参选，而是宫里的规矩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学会的。万一要是真的出了点岔子，牵连了伯府，2位弟妹届时可别来埋怨我。明熙，你怎么想？我都听祖母的。先说说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我能有什么想法？这不还没开口，伯夫人就一句一个我规矩不好，一锤定音，我给家里招祸事，我哪还敢有自己的想法呀？我知道你对我这个母亲不满，但是我这回是真心为你好。你以为参选是小事吗？以前也不是没有祸及家族的事情。大嫂啊，你说的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。明熙聪明漂亮，往京城闺秀里一站，那也是数得上的。要我说呀，还是明熙参选胜面更大一些。都别吵了，宫里还未有明旨下来，等等再说吧。明熙啊，这次的事情你不能让，你要知道，这可关系你后半辈子的荣耀。王妃与寻常宗妇可不同。我也不懂这些，都听二婶的。我知道二婶是为了我好。回头啊，我先给你找一个教规矩的嬷嬷进府，你先跟着学，能学多少算多少。大姑娘，我们姨娘让奴婢跟您说一声，夫人打算让二姑娘去江家小住。江家是洛州名门，虽然如今稍显败落，但是世代清贵之家，规矩上是极好的。祖母，我去外祖母那儿住几天就回来，好不好？大姐，等我从外祖母家回来，给你带江家的拿手点心吃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既是你的外祖母家，你好好享受就是。大姑娘，老奴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既然知道不当说，偏还要说，看来江家一个奴婢也不将我放在眼中。祖母，若是没有别的吩咐，我便先回去了。去吧。段明熙不止自己学，还把府中的几个妹妹带上，不管嫡庶，一起跟着学。他自己私下里多出了一份银子给嬷嬷，算是他的辛苦费。那教规矩的嬷嬷自是高兴的，一个是教，一群也是教，还能多赚一份钱，何乐而不为呀？鉴于明熙出手大方，这教养嬷嬷教得十分的认真。过了一日，还对太夫人说道：贵府的大姑娘十分聪慧，又吃得苦，这规矩学得极好，太夫人可以放心了。太夫人的心里十分复杂，段明几个跟着学，没得这嬷嬷一句称赞，可见她管束之严，但是对段明熙却多有赞赏。太夫人不得不承认，明熙确实是段家女孩之中最为聪慧的，若是自幼养在身边长大，那就好了。太夫人跟老太爷仔细的商议，还是决定让段明熙去。一来她是嫡长女，二来性子坚韧，又有之前救人的好名声在，能获选的几率要大一些。这下你可满意了？他以为搬出外祖母，自己就能赢面大一些，结果段明熙理都不带理他的，
于达没什么好说的，段徽柔的脸色透着一股子的铁青，他转身就走，双手紧紧地垂在了袖中。当天晚上，段明熙用过饭之后，没多久浑身就起疹子，尤其是脸上痒得厉害。先早去请太夫人过来，将香去二夫人那儿，请二夫人帮忙，先把厨房里的人给压住。姑娘，我这就让人去请郎中，你先忍一忍。去请城东保和堂的任郎中。姑娘，没听说过这位任郎中啊，医术行不行？任郎中，或者孙女脸上不会留疤吧？回太夫人的话，大姑娘的晚饭中加了百奇散的粉末，故而导致起了毒疹。幸好大姑娘发现的及时，且并未抓破，好好诊治，不会留疤。百奇散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用几十种草药做成的，10至7、8的人服用后会有起疹子的症状，不会致命，但是却会让人浑身发痒，起小疙瘩。若是耐不住痒，用手抓，就会对容貌不利。现在如何？发现早，诊治及时。大姑娘按照方子吃2天药，在外敷药膏，3、5日就能痊愈。三弟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嫂，你是真不知情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娘，我这里抓了一个小丫头，正偷偷摸摸的溜出府去，原想着是哪个偷懒的，没想到一问之下大吃一惊。您说巧不巧？我从这丫头的指甲缝里面发现了点东西，闻着有一股药味。哟，这倒是稀奇呀！正好郎中还在，让他验一验便是了。二弟妹不过是个小丫头罢了，寻常在府里做粗活，指甲不干净也是常事。伯夫人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受了这么大的罪，连个小丫头都不能审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也没有大事，又何必闹得何府上下不得安生？是我闹的吗？难道不是背后害我的人闹的？你对着娘吼什么？果然不是在跟前养大的，就是不知道孝顺。让任郎中去验，若是验出是百奇散，所有涉及此事的人全都杖责50拉下去审，打死了人我来赔。奴婢不是奴婢自己要做的，是二姑娘让奴婢做的。太夫人饶命，奴婢只是个小丫头，二姑娘的吩咐不敢不从。为什么要回来？若不是你，我还是伯父人人喜欢的嫡出大姑娘，都是因为你，所有人都偏了心。百奇散还有没有？二姑娘给了我1小瓶，奴婢只用了1点儿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伯爷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夫人又训你了？是大姑娘出事了。明熙，她怎么了？府里让大姑娘参加宫里的宴会，就是给太子还有几位王爷选妃的宴会，但是二姑娘不愿意，偷偷给大姑娘下药，让大姑娘浑身起满了疹子。大姑娘查出真相后，一时怒上心头，也让二姑娘吃了她自己弄来的药，这下好了。哎，府里2位姑娘都出了事儿，宫里的宴会可怎么办呢？伯爷，这可事关伯府的荣耀，事关伯爷的前程啊！二姑娘怎么能这么糊涂，对自己的亲姐姐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伯爷，您千万别生气，二姑娘也只是想参加宴会罢了。只是她好好跟太夫人还有夫人说，家里也能想想其他的法子，总不好闹成现在这样子。我看她就是昏了头。伯爷，你消消气。姑娘，今儿个一早，伯爷就去二姑娘那里，把夫人跟二姑娘给训斥了。是吗？爹爹今儿个早上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明熙，都是爹爹不好，没照顾好你。父亲每日为了府中的事情奔波，这后宅的事情你怎么能会知道？不要说父亲了，便是我也没有想到二妹妹会对我下这样的狠手。我已经狠狠地骂过她了，你好好养着。爹爹问过郎中了，你这疹子幸好发现的及时，养几日就能好了，不会耽搁你赴宴，别担心。我都听爹爹的，会好好的养着。爹爹给你挑了几件首饰，你带着玩吧。你们女孩子都喜欢这个，这样心情就能好些了。多谢爹爹。我还想着你什么时候能到，咱们又能在一块儿了。是啊，我早就得了消息你是要来的，心里早就期盼着。我不是来参选的，
我姐姐是贤王妃，我肯定不会被选上的。我就是来凑个热闹罢了。如此你倒是自在了。我要是有你这样的福气啊，就好了。怎么，你不想被选上？不是我想不想的事情，我在江城长大的事无人不知，宫里的娘娘和各位王爷又怎会选我？你不要妄自菲薄，猎场上你救人的事情早就传开了，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哪个男子不喜欢娇娇柔柔的姑娘？我这样的女霸王，别人避之不及。你别这样说，我心里就觉得你是最好的。明熙，江城很好玩吗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带你到江城玩。那里是跟京城不一样的景色，天高海阔，渔船如星，乘船在江上独行，入目见是横无际涯的水面。我想青怡你会喜欢的。真的吗？如果有机会一定要陪我去。好啊。上阳宫景色颇多，又是新建的园林，你们不用拘礼，只管好好游玩便是。皇后娘娘，春日百花盛开的好时节，臣妾瞧着倒不如请诸位姑娘吟诗作赋助兴如何？真是没意思，只要想想我就觉得头疼得很。云逸你才华横溢，在京城也是有名的才女，这点事情还能难倒你啊？我若是做得好，就成了众矢之的；我若是做得不好，别人肯定要嘲笑我。你说我是不是左右为难？德庆侯府来的，居然是傅红晓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妥吗？她是德庆侯府的庶长女，德庆侯夫人还有自己亲生的女儿，怎么会让傅红晓来？四弟，你站在那里如何能看清楚啊？选王妃可是一件大事，一定要擦亮眼睛啊！大哥，婚事自有母妃做主，我听母妃的。哈哈，四弟，你这话就没意思了。咱们都是兄弟，你有看好的说出来，难道还有人跟你抢不成？是啊，四弟，你看好哪家的闺秀，跟二哥说说，二哥帮你长长眼。不劳二位兄长费心。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你真的不上去试试？你要是不争取正妃的位置，就凭你的眼色，只怕会被哪个王爷看中，选为侧妃。难道你愿意屈居人下呀？今日不是选正妃吗？怎么还有侧妃的事儿？难道伯府的人没跟你说？没有。今日自然是选正妃，不过东宫与王府还有2名侧妃的名额，若是有看入眼的，自然会一起选出来。宁熙，你可要好好想清楚，凭你的容貌，若是你不主动争取正妃，只怕侧妃是跑不了了。多谢你提醒。大家都先休息片刻，等午宴后再继续。咱们要不要去那边的茶室喝杯茶润润口？午宴还有些时间。兴安伯府还想再出个王妃，就凭何婉仪这样的货色，怕不是瞎了眼才能选中她。这样的场合，你的性子压着点儿，万一被他抓到把柄，一状告到皇后娘娘那里，你可得不到好处。兴安伯府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出了个晋王妃还不够，这是还想再拉一个王妃回去，也不怕撑死。听闻晋王殿下和誉王殿下的关系只是寻常，现在你连这些都听说啦？不只是我姐夫跟晋王殿下，这几位王爷彼此间的关系都一般。这话听听就罢了，可不能在外头说。我看何姑娘对青云的敌意很大。再说兴安伯府已经出了个王妃，只怕再出一个王妃很难，但是出一个侧妃的话就不难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着何姑娘为何一直针对青云，敌意如此明显，怕不是另有所图。若无所图，又何来此等敌意？你的意思是？我只是随口感叹一番罢了。我跟着养父在外行走的时候，曾听说过这样的趣事儿。什么趣事啊？你倒是说个明白啊！是啊，明熙，你快说吧，看把青云给急的。就是啊，有2家商贾是对头，但是也不是死对头。为了能够彼此放心合作，
一个商贾的太太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另一个商贾做了妾，那妾室进了门就跟正妻作对，促成商贾跟自己的姐夫做了几宗生意，那商贾就跟对头联手赚了钱，两人的关系有了这个妾室做纽带，大为缓和，于是这妾室在家中的地位扶摇直上，直逼正室。何婉仪会给人做妾？云逸，该不会是姐夫真的有这个想法吧？胡说什么？表哥与表嫂间谍情深，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誉王不会做，但是不代表贤妃不会做。若是何家说通了贤妃呢？又或者，要是何婉仪动了什么手段，让誉王不得不让她进门呢？不会的，何婉仪怎么会做妾？这要是说出去，她还怎么做人？快救人！有人落水了，救命啊！哟，这是哪家的姑娘落水了呀？这大庭广众下的，若是被护卫救上来，可就污了名声，只能嫁给护卫了吧？哎呀，落水的是甘姑娘，与她一起落水的是德清侯府的傅姑娘。哎呀，明熙会水吧？她江城长大的，肯定会。太子殿下下水救人了！姐夫，快让侍卫下水救人啊！你急什么？人已经下水了。段大姑娘也去救人了，现在也没看到影子，我这不是担心吗？你怎么样啊？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冲动？说跳就跳下去救人？我会水，总不能看着人在水里出事儿。你可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善人，见谁遇难都要救一把。原来你就是段大姑娘，今日多谢你相救，不然要是被太子救起来，他可真是无路可走了。我早就让人跟你的丫头带话，把你备用的衣裳送来了，我带你去换衣裳，不然怕是要生病。有劳你了。你们去，我在这里等着。你在这里瞅着，等我回来跟你们细说。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结果。明熙，你说今日的事情是意外还是……我也不知道，当时只想着救人，哪顾得上别的。段明熙当然不能暴露自己重生的事情，现在只能一心做一个纯天然的好人。我跟你说，今日的事情肯定不简单，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？甘离前脚落水，后脚太子殿下就恰好路过救人。你说的有理。镇北王府手握军权，我听说之前皇后娘娘曾暗示镇北王妃，但是镇北王妃假装没听懂。看来皇后娘娘与太子对军权势在必得，只可惜这次被你横插一脚。你说联姻不成，皇后跟太子迁怒你怎么办？我只是为了救人，又没有别的心思。再说了，皇后娘娘母仪天下，又怎么会在这种事情上为难我？你还是小心一点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小心的。哎，咱们快出去看看事情怎么样了，我可真是好奇死了。哎，事情怎么样了？皇后娘娘以及四妃将甘姑娘、傅姑娘叫去了正殿问话，太子跟几位王爷也去了，现在还没出来呢。我看这事儿怕是要捂烂在锅里。你可闭嘴吧，你不怕被人听了去？傅姑娘在临水阁狡猾落入水中，惊惧之下把甘姑娘带了下去，事情真相已经查明，诸位姑娘不用担心，娘娘让奴才送诸位姑娘先行回府。哼，这还只是开始而已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段明熙就把上阳宫的事情简单一说，最后做了个总结，只怕是要善后，所以先让我们回来。你且先回去歇着吧。傅红晓不能做侧妃，一个侯府庶女罢了。那德庆侯如今在朝中逐渐式微，与你帮扶不大，一个良娣就足够了。若是德庆侯府的嫡女，自然就另说。母后做决定就好。都是那定远伯府的段明熙误了你的好事。若是今日继承，甘离就成了你的太子妃呀。既然他抢走了甘离，侧妃的位子就留给他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能行？定远伯府连个能用的人都没有，老伯爷倒是有几分威望，可惜年事已高，又退出朝堂，与你没有助力。
再说那段明熙是在江城商户家长大的，只看他今日行事就知道是个莽撞的，这样的性子如何能进东宫？段明熙虽然是在江城长大，但他回京后先后救了乔松与靖远侯的女儿，现在又救了甘离，救命之恩不容小觑。至少如今段明熙进了东宫，这好处自然就属于东宫了。母后，此事可为，不过一个侧妃的名分罢了，与救命之恩相比，值得。母后再想一想，你先回去歇着吧。王爷，太子殿下有意纳定远伯府的段姑娘为侧妃，还有被太子殿下救下的傅姑娘会封为良娣。此事当真？是咱们安插在坤德宫的眼线传出的消息，错不了。什么错不了？德庆侯府也好，定远伯府也好，如今都不成用。皇后这回也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本宫挑了几个家世不错的姑娘，你看一看，喜欢哪个就娶哪个。太子选段明熙为侧妃，许是有别的原因。什么原因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母妃似乎忘了，段姑娘认回伯府之后，至今为止已经救了3位名门闺秀，其中有贤王妃的妹妹，吏部侍郎的女儿，如今再加上镇北王之女，竟然是她！不能让皇后与太子得逞。皇后与太子主意已定，只要回禀了父皇，便板上钉钉，想要阻止也来不及了。他近日有救人美名，不若本宫给他赐一桩婚事也好。不过人选，母妃可要好好挑一挑。既然有救人之意，门第家世人品要俱全，不然只怕拖累母妃清明。不知母妃为儿子选的是哪家闺秀？太子与靖王贤王之争越来越明显，儿子的婚事在这关头不能太过显赫，免得引起太子猜疑。你娶妻是大事，为了避免皇后母子猜疑，就给你选一个小门小户的，这么委屈你，本宫可不愿意。太子如今被父皇看重，贤王与靖王与之相争，父皇已有几分不满。这回父皇为我们挑选王妃，不过是一个警告罢了。若是真的选了高门之女，您看着吧，只怕父皇那一关就过不了。您为儿子选的这些，只怕不行，还请母妃再费心选一选。儿子已经出宫见父，不好在宫里久待，这就先出宫了。等一下，那你想选什么样的？家世清白，不用太出众，人品端正，性子要坚毅一些，要有一点胆量，做事要有自己的想法，不要人云亦云。你这是选妻还是挑幕僚？母妃，一旦嫁入皇家，就眼下宫里的形势，您说若是个无能胆小的，能成用吗？自然是不成的，不然就娶姚君好了。姚妹自然万般好，只可惜外祖父身为阁老，父皇怕是不会点头。你容我好好想想，若是如你所说，这人还真不好选。辛苦母妃了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母妃还要想想段姑娘的事情，这个拖不得，不能被皇后与太子抢先。知道了。娘娘，依老奴看，倒不如把段姑娘许配给康王殿下。康王？是啊，康王殿下素来不受皇上喜爱，他的生母钱婕妤又是个懦弱的，段姑娘就算是嫁过去，康王也是个扶不起来的，自是无碍。不成，康王如今跟坤德宫那边走得近，若是他娶了明熙，皇后必然会拉拢他，咱们也是白给人做嫁衣裳。可要是从宫外选人，娘娘就算是赐婚，也得先通生气儿。眼下段姑娘因为救了甘姑娘，外人眼中她必然会被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迁怒，
这般的情况之下，谁愿意答应这门亲事啊？不管是哪家，肯定不愿意得罪皇后娘娘跟太子殿下。若是娘娘强行赐婚，只怕适得其反，结亲不成，反倒是结仇啦。这个段明熙可真是……娘娘息怒，您不如先给王爷选一选。这就更不好选了，既要家世不显，人还得聪明胆大有主意。本宫往哪儿去给他挑这样的人？娘娘，之前王爷说段姑娘不能入东宫，凭她的救命之恩，只会给东宫如虎添翼。是啊，这个段明熙倒是会救人，家世不浅，胆子大，有主意。聪不聪明，老奴还不知道。不过，这倒是符合王爷的条件了呀。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江城商户长大的人，也配嫁给本宫的儿子？娘娘，如今宫里形势复杂，王爷是个做大事的，王妃可以娶，以后自是也可以休，不过是挡一挡眼前的形势罢了。您又何必当真呢？王爷的话有理，不能让皇后跟太子得意。再说了，王爷当时也下了水，是他用竹竿将段姑娘和甘姑娘拖上岸的。由此一点，您以段姑娘的名声为由，让王爷娶她为妻，自是名正言顺。王爷说娶段姑娘而不是甘姑娘，皇上必然也心中满意。娘娘啊，既能阻止皇后跟太子的谋算，又能夺得陛下的欢心，且那段姑娘对那几家有救命之恩，日后这恩情自是也落到王爷的身上。这桩婚事对咱王爷有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本宫想一想，你先下去吧。